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那这一次呢，终于到了我们非常期待的单元，就是我们的解体降机抬腿囧给啊。那为什么它头部做完，身体的区块做完会拖这么久呢？其实期间呢，我们也整理了手部啊，也开始了改造。但是每次想到一个部位，就会让这个计划迟迟无法进行下去。没有错，就是它的这个浮游炮，因为它的浮游炮最少我们要做6根，然后它这样对折拆下来，等于是12根。我每次只要想到我要在这里做大量的刻线改造，改12次，我头就痛。我每次想到这里，我们就来做顶端吧，我们就来做黄金骑士好了，反正就是非常让我害怕。但是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 solution， 完美的 solution。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了 Forsen 提供了我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这次我们试着用嘴巴刻线看看。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设计稿用嘴巴画出来，画在这个浮游炮上面，接着呢，我们就把它画成3D 的沙粒档，反正就是画成一个可以生产、可以列印，甚至可以加工的一个档案。那我们先马上来设计这个浮游炮吧。首先是前面这一片哈，它原本是完全印刷，那这个印刷我们一打磨它就会不见了，像这个完全白白的。所以呢，我打算在这里呢做一个类似盖章的这种细节，但是我们这边用刻线来呈现就可以了。那这个尺寸就按照我们这个实际画的大概去抓就可以了。然后它原本的印刷的这种交错的这种间距啊，我们会实际用这种短的粗的刻线来呈现。那我们这边再用3个这种比较小的刻线来呈现。那这个要做对称，这边过去呢也会有，可是因为我们画不准哈，所以到时候直接用这个电脑模拟来制作。再往上一点延伸的部分哈，这边我打算呢做一个比较宽一点的凹槽，凹下去的深度呢大约是0.5 mm。再往后呢，我这里画了一坨黑黑的，这里就是帮我开一个空洞出来，我要在这里塞一个凸起来的改套。再往后延伸呢，这边也帮我新增一个平面，然后我这里会开一些小凹槽。那这边呢，我们打算做一个铆钉孔，然后侧面的部分呢，做一个连续型的这种很常用的例行线。那这个例行线我打算用0.125的宽度。那这里再做一个短刻线，这里我做了3个连续的短刻线的设计，我们通常也都是用0.5到0.6的宽度。这条线我不要，这个取消，就我到时候会把它填起来。那这边呢，我一样再做了一个这种梯形的设计。它原本有印刷很多这个三角形的这种孔，就是一种虚伪，就是假的孔啊。那我们要把它做真的孔，做一些这种连续性的封闭凹槽。这条线基本上要做的跟这条完全平行。那这2个开窗我们就把它填起来，不需要。那这边也做一个这个封闭性凹槽。再一个短刻线跟铆钉这一块呢，我要做内缩，把它缩进去，然后再刻很多这种小小的细线，就假装是内构的部分。那以上呢就是这次浮游炮准备要修改的部分。好，那刚刚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浮游炮设计完成，并且寄给 Forsen， 那他们开始做3D 建模的部分。那我们静待几分钟吧。好了，真是太神速了吧！竟然已经有了我们这个3D 的档案。那我们现在看到3D 建模的部分呢，已经把我的这些刚刚的这些刻线全部都做出来了。除了这几个大区块哈，你看它后段、中段、前段，我们把在后加工要处理的，就是有些打磨可能会影响的小零件，全部都做成了裁件。我们大的平面呢，基本上就会比较好打磨。就是未来生产的时候，这个我们考虑进去。那再来呢，就是那些小零件非常的容易遗失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建得高一点。这个是 know how， 你知道吗？我们全部喷完剪下来就可以连上去，不小心就把我们的这个 know how 都分享给大家。好了，拿去用了。好，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列印。这一次呢，我们要列印的机台呢，就是目前市场上最热门、大家最期待的这个 Forsen Mighty 8K。我们来看看它印出来的品质到底会怎么样。Let's go。
多赞啊！这个手工刻线不知道要刻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按个按键就一气呵成。看到这个东西，我都快要起鸡皮疙瘩，又起鸡皮疙瘩。对对，真的，你看，就是哇，太神奇了吧，也太轻松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它细节印的怎么样。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支架剪掉哈，剪这种3D 列印件哦，就是不要客气，有没有？这个你一次要剪几根，你就剪几根，哇，非常的疗愈。好，这样就大概初步的把它剪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列印的表面已经非常的溜了，几乎可以直接使用。然后我们看。我当时画的这个圆圆的这个小改套，连刻线加深都不用，还有这个细的刻线跟短的刻线的交界处都非常的棒。那包含我这里当时有做了一些这个类似小叶片的这种排气孔都有印出来。如果我们要上色的话，基本上砂纸稍微跑一下就可以上色。你看，只要这样，我前面这样随便磨一下，这是600哦，都看不到成纹，哇，已经很咕溜了。然后这刻线都很清楚。那到底什么是8K， 什么是4K？ 所谓的4K 啊，就是说你想象这一条直线上，它有4000个格子可以列印出这么细的范围。那如果这时候这条线上你把它变成8000格，你列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会变得更细致？我们刚才讲的每一 K 每一格呢，就是一个话术。那再讲白一点，什么是8K？ 这就是8K 啊。那这一次呢，这个 Sony Mighty 8K 啊，它强调的就可以在这么大的面积里面，然后印8K 的这个解析度。你看它这样子一次可以印这么多的料件，传统的这个印表机啊，你印1个、2个、3个、4个、5个，那你这样印完一圈，它就是按真实的时间算。可是呢，这个光固化的好处就是你一次摆这么多这么高，它还是可以一次把你全部印出来，所以在效率方面呢是非常的恐怖的。这一次的操作界面呢，基本上它就是跟手机一样的，就是你就是用滑动的方式，所以呢，你只要会打这个明星3缺1，你就会玩3D 印表机，就是这么简单。简单来说呢，这次 UI 的界面呢，操作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观。另外呢，它有支持多国的语言，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地区啊，基本上都可以找到适合你操作的这个语言模式。还有，如果你在操作的时候遇到困难，它连教学模式都在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为我们这种终端的使用者着想。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的摄影棚其实非常的小？那大家呢，或许也有这种相同的困扰。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机台的体积就是这么小，可是可以印这么大、这么多的部件，所以非常的不占空间。以上呢就是这一次 Frozen Sony Mighty 8K 全球首发第一个开箱测评。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这个下方资讯栏，那你们再去评估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制作画面吧。
啊，怎么样？各位观众看得爽不爽？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把这个最难搞的浮游炮啊，做了一个超大幅度的改造，而且全拆重喷。我还是快速的讲一下哈，我们是怎么做这件事情。那一开始呢，当然就是3D 逆向是最辛苦的部分。一开始呢，就是建模的时候呢，做好的时候呢，当然还是要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跟原本的这个匹配性。所以你们看哈，现在还是非常的完整帅气，非常的 fit。第二个呢，当然就是刻线设计的一个美感，有没有？这就是我设计的。这整个你看，哇，这个接这个哇，舒服。舒服，真的不是自己臭屁。我跟你讲，它原本这个印刷我实在是不是很喜欢，就是要么它贴水贴，然后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结构分件再做的更明确一点。那你看我们做的这种小地方的拆件啊、刻线啊，然后再加水贴，所以它的这整个质感就会不一样。还有再来就是分色啊，它本来这里是黑黑的，有没有？我们这里有帮它做金色啊，整个质感上看起来就会更好。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3D 小件的时候，我们就做拆件，所以后面的组装跟打包都非常的便利。好，那作品的部分呢，我们就欣赏到这边。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一台 Mighty 最后一个小小的结论。它毕竟跟塑胶射出是不同的。塑胶射出它是塑胶的粒子高温成型，有一些收缩啊，一些毛边啊，一些分膜线，那个我们已经处理得很习惯。但是这一次真的让我非常惊艳、惊讶、surprise。一定要烙英文。对，一定要讲一点 English。证明 I am professional 。3D 列印它是一层一层泡下去，印层照，印层照。其实我真的很惊讶，因为它这么的工整，这么的挺，这个边这么的锐利，然后这些细节全部都不用再刻线加深。我本来想表演置入一下刻线刀都没机会，就是它这样直接印出来，直接打磨，直接就是变成品。这个真的是3D 列印件，我其实觉得非常的 shock， 因为以前我也有买印表机，大概20几万那一台，现在呢这一台 Mighty 它整个售价跟我当时买差了那么多倍，可是呢它却可以印出这么坚挺、这么利落、这么干净、这么好处理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必备的这个生产工具了。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除了模型改造啊，像我们公司在做产品研发的时候，我有什么 idea， 我也可以赶快画，然后呢，赶快就是做一个打样的东西出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那测试好以后，我觉得 OK 了，我们再把尺寸调整精准去做 CNC 加工。因此呢，有一台快速、好入门、价格经济实惠的3D 印表机，对各位啊，还有对我是真的很有帮助。那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参考下方资讯栏。现在应该是有早鸟预购价，所以要冲要快，请把握这次机会，赶快去冲刺，手刀下单。我跟你讲啊，我都想要自己买一台，然后再买一台送德龙。这么好？对，你要不要？那我要开始练习画图了呢。对，因为我送你以后，我自己就不用操作。开玩笑，我跟你讲，我这个浮游炮这样子，1、2、3、4、5、6、6、2、12片，我用手改省了多少时间呐？好，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请帮我们点阅跟订赞，记得去下方资讯栏看一下这个Mighty的资讯，太厉害了，拜拜。真的很厉害，我之前那台送人就在人家家里，有需要的我可以报给你们看看，真的还在。然后我现在就是用这一台。对啊，我这样听了那么久之后，我真的是蛮有兴趣的，因为我时常帮大家电镀，有没有？真的想买哦？没有，就是零件或都会不见，我真的都是要杀肉啊，杀不到就要买一盒全新的。那这个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哦，那你要买3D 扫描仪加这个？对，那个我再详细询问他。对啊，现在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当然就是还会保留一些手作啦。哦，也不是保留手作，我们应该70%、80%还是手作，可是还是要借由一些高科技的辅助，就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在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财产里产出更多的作品。真的 ，See you。